出殡的路上，一个少年突然拦住了去路。他说自己是个琴师，想要拜当地的琴圣为师傅。先生，我已是第9次拜您了，您就收下我吧。您要收我为徒，我就是您的儿子，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。混账，给我轰走！少年被赶了出去，可他始终是不服气，吵着要让琴圣给出个理由来。琴圣也没客气，当场就怼了少年几句。因为你的琴我听过，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，毫无天赋可言，你就死了这个心吧。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，你快让开吧。少年没再说话，可是此番的当众羞辱却让少年怀恨在了心里。仅仅才第2天，琴圣陆公父就惨死在了自家屋内。不过据他的好友说，陆公父是由于伤心过度，最后引发了心疾而死。然而这就奇怪了，在昨天出殡的时候，苏无名和卢凌风刚好就在旁边的酒楼吃饭。他们不仅看到了出殡的全过程，还从酒楼老板的口中得知，死去之人是南州4大才子之一的颜元夫，其绘画水平堪称南州一绝。而其他的3位分别是茶道高士钟伯期、吟游诗人冷极，以及刚刚去世的古琴圣手陆公父。其4人的感情之深，可以用情同手足来形容。但奇怪的地方就在于，卢凌风从陆公父的琴里听出，陆公父弹琴时刚劲有力，挥洒自如，根本就不像是患有心疾之人。而陆公父突然暴毙身亡，8成是被人给害死。所以卢凌风想要开棺验尸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开棺验尸。开棺验尸？绝对不行！然而卢凌风刚说完，诗人冷极就第一个提出了反对，还说如果想要开棺验尸，就必须从他尸体上踏过去。眼看2人矛盾愈加激烈，苏无名这才急忙拦住了他们，将卢凌风给带了出去。卢凌风虽然做事鲁莽，可他毕竟也是个粗中有细之人，而他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。二位，刚才可曾见到陆公父的3国古琴？那应该是件宝物，价值不菲。琴身何在？为了找出古琴线索，卢凌风派人找上了那个拦路少年。如果说有谁惦记陆公父的盛情，那肯定是非这个少年莫属了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就在官兵抓少年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别的杀手盯上了。官兵不仅帮他摆脱了危机，顺带连杀手也给抓了起来。经过卢凌风的严加审讯，少年承认了是他杀的陆公父。就在前一天的夜里，因为对陆公父怀恨在心，所以在醉酒后产生了歹意，趁着对方睡觉时，一刀就刺向了陆公父的胸膛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少年承认了是他杀的人，但古琴并非是他拿走的。当时杀完人后，少年酒意瞬间清醒了许多。他当然对古琴有想法，可他已经没有了回头的勇气。而另一边的杀手也交代了一切，他是受另外2个才子的指使，准备杀了少年替陆公父报仇。现在案件水落石出，卢凌风也抓来了冷极和钟伯期2人。其实2人早就知道陆公父是被人害死的，因为在陆公父的尸体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块明显的刺伤痕迹。可他们毕竟是4大才子，如果落了个横死的结局，那必然对他们的名誉会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为了保全声誉，2人决定隐瞒此事，要私下里为兄长陆公父报仇，所以他们才雇了杀手，准备杀了少年谢罪。可就当卢凌风准备结案，要将他们押入大牢候审的时候，苏无名却拦住了他，因为他看过陆公父的伤口，发现这并非是死者生前的致命伤害，而是死后才被人刺伤的。也就是说，少年行刺陆公父的时候，陆公父已经是死了。2个少年刚考上了状元，可就在为其庆祝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只见船夫不停地殴打少年，直到确认死亡后，这才选择了服药自杀。所有人都懵了。船夫是府里的管家，已经工作有10余年，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，从未出现过反叛之心。然而吓人的一句话，却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他这是心里憋着气呢，下手怎么这么狠啊？他住口！苏无名察觉出了不对，于是单独把下人叫了出来。而从下人的口中，他们又听到了另一个故事。在10年前，老爷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游玩，不料天气骤变，下起了狂风暴雨，其中的一个小少爷没站稳，一下就掉入到了河水之中。而为了救他，管家的儿子直接跳了下去，将少爷给救了上来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老爷怕再次翻船，急忙就把船开走了，扔下了管家儿子在水里等死。自从出事以后，老爷出于内心愧疚，开始对管家以礼相待，还给管家付了不少的安家费。可谁知这10年来都是相安无事，却在2个少年高中状元之际，亲手灭绝了老爷的后代，果真是杀人诛心啊！但如果2个少年早有女友，并且也娶妻生子，至少也不会沦落到此般下场。原本这只是一场蓄意的谋杀报复，可苏无名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在4大才子的颜元夫死后，他见过颜元夫的一幅绝世佳作，里面画着的正是4大才子在湖边吟诗作对的画面。但画中并非只有他们4人，其中还包括2个对弈的童子，而这2个童子就是2个状元小时候的写照。在童子旁边站着的，则是刚刚杀人的管家。苏无名有种预感，近期死亡的画家颜元夫、琴圣陆公父以及2个少年和管家
家都和这幅石桥图脱不了关系。或者换一句话讲，凶手是按照画中的人物进行的杀人。原本这只是一个猜测，可当众人看到在画中还有一个睡觉的樵夫，并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樵夫的时候，这才确定了一切猜想。因为在衙役们找到他的瞬间，这个樵夫就离奇的从悬崖上摔了下去。至此，案件变得是更加离奇。若再不找出线索，恐怕画中仅剩的冷吉和钟国七也会被凶手给害死。眼看案件毫无头绪，苏无名当即决定开棺验尸，从第一个死者严元夫入手，找出些遗漏的蛛丝马迹。而也就是这一次的开棺，终于让苏无名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一个残留在尸体上的云南蛊虫。此虫名为百毒虫，虽非常名贵，可以治疗风疾、癫痫等疑难杂症，但想要捕获它，可谓是难如登天。因为此虫十分可怖，入人耳鼻，吞噬心脏，最后再由头顶而出。听完废机师的话，苏无名终于想通了受害者的死因，在受害者的头顶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虫洞伤口。苏无名立马找来了卖毒虫的商贩，据他所说，一般百毒虫都是贩卖给当地的药物，而只有一个人会愿意花3倍价格购买此虫。但是这个人看不清模样，只知道是一个和尚。原本苏无名还猜不出凶手是谁，可没想到对方自己竟冒了出来。苏无名收到了一封邀请函，邀请他和几位名士一起重游石桥山，为死去的才子进行缅怀。苏无名没有戳破，而是如期来到了石桥山赴约。可奇怪的是，一向沉默寡言的苏无名却总是处处针对着钟国七。这石桥山日后一定是我的长眠之处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，最后竹篮打水。就在二人说话之际，最后一位冷吉也赶了过来。眼看人都到齐了，苏无名终于进入了正题，缓缓讲述了他调查的一切。事情还要从死去的陆公父说起。在陆公父死后，众人发现了他身上的刀伤，所以自然以为是被人用刀害死的。而其中拜师不成的少年就成为了案件第一嫌疑人。可当苏无名检查刀伤后，却发现刀伤是人死后才刺入进去的，所以少年并非真正的凶手。转而下一个嫌疑人就是一直拦着众人不让众人开棺验尸的冷吉。然而阴差阳错的是，冷吉雇了一个杀手，想要杀掉少年替兄弟报仇。虽然没有得逞，但杀手却替冷吉洗清了罪名。如果一个人亲手杀了兄弟，又怎会多此一举找其他人为兄弟报仇呢？可就当所有线索中断时，一对兄弟的惨死引起了苏无名的注意。据他进一步调查发现，所有死去的人都曾在这幅石桥图上出现过。想必凶手对石桥图是极其的在意，或者说是想拉画中的所有人陪葬。而据钟国七的管家说，钟国七1个月前查出了绝症，也就是在此之后，钟国七再也无心钻研茶道，而是游走在各个才子之间，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。想必这次的邀请也不是让大家缅怀逝者，而是趁机杀掉剩余之人吧。钟兄啊，怎么，钟女士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？等等，眼看事情已经败露，钟国七也不装了，直接就坦白了自己的想法。原来他是怕自己死后兄弟们为他的死而感到伤心难过，所以干脆提前杀了其他兄弟，然后一起在九泉之下重逢，死后继续做兄弟。之所以要杀其他人，也是为了让兄弟的绝世家族，也就是石桥图，能有个完美的收官结局而已。所以他找来了船夫，重新点燃了船夫的复仇之心，利用他的怒火杀了其他2个少年为他陪葬。果真是一个阴毒的计划。你疯了！你就是个疯子！贤弟，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呀！我死之后，与你们3人将阴阳两隔，我在地下受不了，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！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把你们其他3子都带走，我们南州4子在黄泉路上作罢。听完他的话，冷吉简直是颠覆了3观，他是真的想死了。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兄弟，哪还有脸苟活于世上？说罢，冷吉一头就向大树撞了过去。贤弟呀，何至于此？以我结明誓，即便死，也应该死得优雅。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，我已事先在碗底涂抹了慢性迷药。4子当中你最年轻，兄长最为疼爱，所以不会让你过于痛苦。
钟国七打的是一手好算盘，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在他迎接冷极的时候，苏无名早将冷极的毒茶替换掉了，冷极喝的就是普通的茶而已。更加可笑的是，肺积师查看过钟国七的病状，他得的根本不是什么疑难绝症，就是普通的肺疾而已。只是因为此地偏僻，郎中们找不到治疗方法，所以传着传着就成了无法根治的绝症。跟你同样的病患，我都看了10几个了，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。Follow 影视剧新社剧解说系列，我们下集继续。